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跨境电商想要快速又靠谱的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我们是自己去研究，还是找注册代理？如果说你正在纠结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为你准备的。那我也专注研究了市面上很多主流的一些注册服务商，最后给大家筛选出了这两家注册代理，从价格到服务到可靠性上面表现最为突出的代表。第一个就是Lovelace 一个西北注册代理它的性价比很高也是一家老牌的一个注册代理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 Duller 它是专注国际用户的一站式的一个平台。好，接下来呢，我会深入的带你来剖析这两家各自的一个特点、套餐价格和最适合谁，帮你来用最短的时间呢做出最合适的一个选择。这是所有对，那这里两个注册代理的一个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去找到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部分，那我们注册美国公司为什么要找注册代理？这里我们可以让 GPT 来给一下我们这个答案。那大家也不要着急那在要选择公司之前呢，我们先要明确一点，为何要去选择专业的一个代理。GPT 呢用一句简单的话告诉我们，在注册美国公司找注册代理不是可选项，而是合规刚需，实操刚需。还有呢，专业的事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人。如果说你的人呢在中国你是中国人，那你想要注册一家美国公司，你会面临三大核心痛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个法律与流程的复杂美国各州的一个法律、税务它的要求都不同，而且它的文件繁多，很容易出错。还有第二个核心痛点，就是一个地址的难题。那为什么你自己几乎是不可能当注册代理的从法律的层面来说，你不在美国就不符合条件。那注册代理必须要有该州的一个实体地址，并且工作日可以被政府找到。那这个注册地址呢，它是必须提供给该州的一个本地地址用于接收一些法律和政府的一些相关信件。第三个合规的一个第三个就是后续的一个合规的繁琐公司成立后来还有年报，还有税务申请、EIN 等一些持续的一些义务。而像西北注册代理或者 Duller 这样的专业代理呢，正是为了这些解决问题而生的他们提供第一呢，合规性的本地的注册地址代收重要信件的。第二呢，它全流程的文件准备和提交第三呢，持续的一个合规提醒和一个托管服务让我们就算人不在美国，也可以在线上去注册一家公司。它的一个基础费用的话，仅在几十到几百美元可以为我们节约大量的时间，并且呢规避一些不了解规则而产生的一些潜在风险。那这笔投资呢，对于想要认真开阔这种海外业务的你来说呢，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看看这两家服务商看看这两家服务商的具体如何选择。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这个 Duller。那他们提供哪些服务，以及使用这个平台的一些优缺点，好，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 Duller 的一个首页。我们了解一下这个 Duller 它是什么。这里呢，建议大家和我一样在你的谷歌里面下载一个双语翻译就是沉浸式翻译，那么这样呢就方便大家可以快速的看懂里面的内容。那么 Duller 呢，它是一个商业注册的一个平台，可以帮你注册美国公司。在这里呢，它可以帮你注册3种公司的类型。第一个呢是 LLC， 第二个呢是 C 公司，第三个呢是一个 S 的一个公司。等会儿呢我会逐一的介绍这些类型。那 Duller 呢，它与其他的注册服务不同， Duller 它面向国际客户主要是面向非美国的用户，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澳大利亚的等等，它不是专注于美国本土的一个公司。那如果说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或者居民，那想要在美国创建一个企业，那这个平台的话就是非常的适合你。这儿呢，我已经把 Duller 的链接呢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链接我们可以一起来浏览一下他们的网站。进入首页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会出现一个免费咨询的一个服务。
那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呢来使用这个免费咨询的服务，原因在于外国人呢开美国公司啊，它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有点复杂。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注册美国公司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充分的利用好他们的这个免费咨询服务，可以让他来回答你所有你脑海里面的一些疑惑。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它可以帮我们注册3种公司的类型第一是 LLC，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公司，第二个呢是一个 C 公司第三个呢是一个 LC。 稍后呢我会带你来一步一步来完成怎么样来注册这个一个普通的一个 LLC 的公司。注册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公司，后面呢再来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注册。那这里呢我们鼠标往下拉来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 LLC 呢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这里呢它属于比较小，适合小型企业、小公司、小企业可以选择这个，因为它的一个管理结构呢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它不会像中间的C 公司需要那么多的一个董事会议还有一些组织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呢，它是没有办法 LLC 呢是不能发行股票的，而我们中间的这个 C 公司呢能够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呢来进行一个融资第一个呢它是没有这个的做不到的。第二个 C 公司呢，它是需要有董事会管理机构，相对来说呢这个呢比较复杂，并且呢它还具有更多的运营要求的一个管理结构，那它还要求一些什么年度会议等等。相比之下这个呢它的公司的一些要求呢会更多。最后一种呢就是这个DAO 有限责任公司，那么这个呢就非常的特别了它非常的适合在区块链上运行的，比如说去中心化的一些自主网络公司，它管理结构也简单易于通过智能合作。那这个公司的话，它对所有者呢提供了一个法律保护，避免法律的一个诉讼。它也有一个缺点，是和我们刚才第一个 LLC 一样它是没有办法LLC 一样它是不能发行股票的，只有中间的这个公司呢它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们鼠标往上拉，在这里呢它可以去参加我们的一个测试这儿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那你可以在这里进一步的了解哪种公司呢更适合你，你可以参加这个简短的测验呢，确定帮助你哪个实体呢更适合你的一个业务需求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一个开始，这个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回答它上面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它的首页你点击这个 logo 就可以回到首页。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呢，它提供了3种套餐。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下面这里有个计划与定价，点击进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来到这个价格的页面，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套餐，那么它的定价可以看到是297美元这个是1年的一个价格。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呢有哪些相关的一些服务，这个里面呢它包含了帮你成立加一个注册代理加虚拟地址，并且呢获得了美国商业银行账户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会让你达到去办银行卡的一个条件，还提供一个注册代理的服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中间的一个套餐，它的费用呢是直接按1年结算的也是1年是1999美元，它会比第一个呢贵了很多，并且呢它也提供了的服务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美国人，你比如说你在中国，那你可能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不管是法律问题或是一些其他的问题，那这个套餐他们都可以全程的帮你处理，帮你操作。简单的说呢，你只需要给钱就可以了，他帮你解决基本上关于公司的所有的烦恼了。那这个套餐呢，它是100%完全合规的，它是非常全面的。比如说你不在美国又想要快速的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又不想自己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流程，这个套餐呢就非常的适合你。那这个套餐里面它包含了些什么呢？有一个 Starter， 还有一个 BOI 的一个申报，那还有一个 CPA 的一个咨询，州和 IRS 的一个税务的一个申报，还有一个经销商的一个证书和销售税登记等
所有的内容都有。那这个 CPR 咨询呢，就是注册会计师的一个咨询这个是避免麻烦确保合规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你就可以看到这2个套餐呢，它的一些处理的它能帮你做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个1999美元呢，如果是按年付就是1900多。这个适合希望在美国开公司更省心的一个用户。它包含了刚才的第一个起步套餐的所有的内容，还帮你呢加快所有内容。另外呢，它还帮你报税提供一个会计软件，帮你进行一个周税的一个申报，还有一个专属的一个客户经理。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329的，它除了拥有中间的所有功能呢，可以看到还加了专门的人工簿记员，提供准确的财务状况和安心。那么这儿可以看到这个 EIN 这里它是可以帮你的，还有公司的运营协议和公司章程呢，它也是包含的。注册代理服务还有提供地址，这里第一个不支持的，那它都是支持。那么第一个入门级别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没有一个 IRS 的一个报税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它是没有的。那如果说你想额外购买它的报税服务呢，那你是需要支付每年的话是1500美金左右。你选择的是后面的这个全合规的，那它是包含这个 IRC 的一个报税服务的，并且它还有一个专业的一个专属账户的一个经理它的价值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每个月300多它是全合规的一个套餐它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性价比。因为注册一家公司以后呢，它还有提供一些很多额外的一些服务，不单单是说你注册一个公司就完了，那么你需要报税，还需要公司处理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看 Doler 和其他服务商的一个区别。这里我们把鼠标一直拉到底，你可以看到这里 Doler 和这个 Doler 和 Zendesk 它的一个对比。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对比。那成立美国公司它会有一个州的一个费用就是297 Doler。那么接下来注册代理费呢，它是没有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呢，它都没有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俩的一个分数呢是差不多的。这个呢，它是支持一个实时聊天和电子邮件支持，那么这个呢它是不支持的。那这个 Zendesk 它最后可以看到它是会有一个一共加起来费用是有300多，接近400美金。Doler 它的选择的话比较简单基本上呢就只有2个套餐来供你选择。那么这样呢，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一个，选最适合一个。而其他的公司呢，有可能它的起步比较低有些可能是0但是它会给你选择很多附加的服务，最后的价格的话，它会比 Doler 的话还要贵。比如说这个 Zendesk 可以看到它最终的价格呢比 Doler 贵了100美金，包括它和这个 Atlas 对比可以看到它直接的价格呢就超过了它直接是410美金。并且呢，它还有很多服务呢，它是不提供的它的评分呢3.1，那 Doler 的评分呢是4.7，最终的价格呢基本上便宜了100多美金。所以经过对比下来呢 ，Doler 的套餐的话，它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它提供了一个低价，并且呢包含的服务呢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好，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在 Doler 上面呢去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我会总结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大家不要错过。首先我们点击左上角回到它的首页，接下来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开始你的业务。那点击进来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用你的邮箱来进行一个注册。那这儿呢我已经注册过，我就直接登录。你按照它的流程一步一步往下操作就可以了。这里 Doler 相关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大家可以去打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它的一个后台，建议大家把这个沉浸式翻译打开。我们这里直接点击开始使用。接下来呢，选择你的需求我们这里就选第一个，点击下一步。下面这里呢有一个快速测验，那你也可以去点一下它呢，快速来测试。这儿可以看到 LLC 的公司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内容。那么我们再点下一步，这里呢需要填入你公司的名字，后面呢你可以在这里填3个名字。那比如说你的第一个名字呢已经被注册了，它可以选择你第2个名字第2个注册了，那它可以选择第3个相当于呢可以准备2个备用的一个名字。那么我再随意选一个，这下面呢它有实际告诉我们3个名称，如果第1个第2个不可用，它会用第2个或者第3个。这儿我们点击下一步。那接下来呢，你希望在哪个州成立你的公司？这儿它推荐怀俄明州，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那怀俄明州呢，可以看到推荐怀俄明州，它呢有简化地层、降低年度运营成本和灵活性，那么无企业所得税和年度特许经营税，它有的税呢它是免了，所以它推荐怀俄明州，那么还是非常不错，你可以选择下一步。那你如果有其他的选择，你可以选这里，我们点下一步。那如果说你在注册的时候呢遇到任何问题，你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它有一个需要帮助啊，你可以点击它啊，或者右下角这里今天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那么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提出你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是选择你要使用哪一个套餐。那如果说你想省时省力省心，你可以选择这个最受欢迎的这一个100%的一个完全一切合规的这个套餐。那它的价格这里呢选择的是1年哈，你可以一个月的话是$329，建议呢你选择1年呢会更加的划算。单纯的想注册一个公司，你可以选择后面的这2个套餐，其他业务的话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处理。如果说提交这个 IRS， 还有比如说一个年度的一些什么报告备案，那这里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啊它的1年的一个费用，包括还有一个注册的一个费用。那在这里可以编辑它，你还可以去重新更改国家，这个地方你还可以进行修改啊。如果说你不想选这个地方的话，那比如说这里选一个其他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搜索，在这里面啊，比如说你选择加州，那它的费用呢有的还是价格会有一些变动，或者选择这里的一个特拉华州，它的价格呢就是100多。这儿呢它是建议我们啊，在这个俄怀明州呢这个地方是最好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内华达州呢它的费用会更高啊，400多。那这个 Duler 哈，它非常适合国际用户。如果说你没在美国啊，你在中国或者你在其他的国家，那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注册一家美国公司啊。他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套餐，还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服务。那么你只需要在这2个里面呢选择一个就可以了。这个对于国际客户呢尤其有帮助啊，省去了对美国法律还有法规的一些复杂性。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注册流程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看到我们就填写简单的填写一下。5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完成一个 LLC 的一个公司注册。如果说你做的是区块链的生意呢，那或者说呢是区块链的公司呢，那这个 Duler 提供的这些服务呢就非常的好。最后一点，其实这个 Duler 它的价格非常的透明啊，有这个竞争力啊，尤其是对于其他行业的一些大品牌呢，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它的一个缺点。那么缺点就是它的一个自定义选项不够多。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没有太多的一个自定义的选项。如果说你选择这个基础套餐，选择了基础套餐，如果说你要附加一些服务呢，但是费用的话它也是会增加的。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选择后面2个套餐完全合规，或者这种包含完全合规的。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 Duler 它的平台上呢只能创建这3种公司。不过它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以外的创业者来说呢，一般会选择这个 LLC。那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 Duler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平台啊，它提供了2种非常全面的套餐，平台的设计的话也非常简洁易用，尤其是适合这种国际客户啊，我强烈推荐大家呢来使用这个 Duler 特别是那些想在美国注册公司但人又不在美国的朋友。那这里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那这个不是税务建议，关于税务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咨询专业的人士确保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一些方案。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第2个就是这个 Lawflast， 那中文呢就叫西北注册代理。那这个西北注册代理呢，它成立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久。这里西北代理的一个注册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建议大家打开，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这儿我们可以直接把鼠标拉到底，可以看到在最底下这里它的一个注册时间从1998年就开始了在做公司的一个注册的一个生意。你这里可以打开本视频，鼠标往下拉，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有一个更多按钮打开，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西北代理的一个链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那么可以直接来到西北注册代理的一个注册页面。那么如果说你使用我视频下方提供的专属链接呢，那么你可以享受到$39的一个特惠。它不仅一个服务可靠而且它价格还比较实惠，确实是一家非常不错的性价比超高的一家美国本土的一家注册代理公司。
那么通过这个服务呢，你可以成立一家完整的美国公司。那么你可以点击创办有限责任公司，点击这个按钮呢，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费用呢，就是$39加一个州的费用，它会为你提供1年的一个免费的注册代理服务，价值呢大概是在$100到$200之间这个非常的划算。那他们可以帮你处理所有的一些文件，整个流程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跟上它的上面的流程呢，一步一步完成就可以注册一个代理公司。稍后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那怎么样来注册公司。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你所有的一些问题呢，它都会给你进行一个回复。比如说你要在哪个州注册代理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些常见问题，什么是有限责任公司，那这里它都会有一些详细的解答。如果你对注册公司什么是 LLC 没有一点点概念的话，那你就可以来详细的来参考一下它的这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那在这里呢，还有他会问你是否需要他们的一个 EIN 服务。那么什么叫 EIN 呢？这里呢，他有告诉我们，就是一个联邦雇主识别号，简称为一个 EIN 你可以选择让他们来给你做，当然呢，你也可以自己去申请注册。那么这个 EIN 呢，怎么样去申请呢？之前呢，我也有给大家讲过一期教程，这个 EIN 的一个申请流程。那么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有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那么往下拉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提交州报告和税收。那么在这里呢，你只需要填写一些相关的信息把这里面相关信息填完呢，他们就会立刻为你准备，并且提交所有所需要的一些文件。整个服务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增值的服务呢，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39，$39再加上一个州的费用。那么这个州的费用呢，是注册的州收取的并不是这个西北公司收取的。那不管你是在哪个州去注册公司呢，这个州呢它都会收取这个费用。那除此之外呢，西北公司的它的客服服务方面呢也非常的出色。那么每当你遇到问题呢，你都可以联系他们的客服团队呢来帮你解决对于一些新的一些创业者来说呢，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脑袋里面会有10000个为什么，有很多的疑问，这个时候呢，这一点服务方面呢就至关重要了。另外的话，他们在隐私保护方面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它有非常强大的隐私保护的一个措施，可以确保你的信息呢不会被公开。那这个公司真的做得非常的大它差不多呢有900多名员工说他们提供的这个$39的这个方案呢，可能比起其他的服务呢会稍微贵一点但是呢，它包含了1年的免费注册代理服务。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因为如果说你单独去购买注册代理服务的话，可能也要花费个$200左右。那总之它的一个可靠性呢和它的一个服务质量呢，这个也让西北公司呢成为大家喜欢它的一个原因之一。如果说你要选择西北公司来成立你的一个美国公司的话，具体费用呢大概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39加上一个州的费用。那如果说你还想要让他帮你来申请这个 EIN 那么这里呢可能还需要额外再加$50。如果说你想让他帮你来美国国税局的一个 IRS 的一个 C 公司的选择呢，在这里呢你让他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了，那你还需要再加一个费用，并且呢他们还提供了这个一个特级的一个邮件服务，包括一个商标服务。像这些功能可能大多数的人呢他是不需要，这里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关闭。像这种呢你也可以自己去申请这种 EIN， 你自己去申请，通常它的速度呢也是很快的，只要确保正确的这个操作就可以。接下来呢我就来一步一步的带大家怎么样来通过西北注册代理呢来注册一家美国公司。那这里呢相关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打开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鼠标往下拉，这里会有一个更多按钮，点击打开。那在这里第一个呢就是一个 Lawflat 西北注册的一个链接，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来。
进来之后呢，你会跟我一样啊，来到这个界面，建议大家呢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对照版本出现。那接下来大家就跟着小鱼儿来一起来操作一下。首先第一个，你先选择你的一个公司类型，这里呢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LLC， 就是一个责任有限公司。对于一个初创企业的话，你的公司只有几个人啊，建议大家一般呢都选择这一个选项，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小型企业的一个形式。这个的话可以点开，这里有一个问号啊，它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解释。那你注册这样的一个LLC 的话，你的个人的一些财产还有公司的债务的话，它是分开的，那么你不用担心公司欠的钱呢会动用到你的个人的财产。第二个的话就是 Corporation， 我们点这个问号呢，你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个独立的法人的一个实体啊，比较适合一些大型企业的一些股份可以分给股东，但管理起来呢它会比较复杂。如果说你的公司以后考虑上市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 Corporation。 那么可以看到它这里有解释啊，公司有股东、指导委员会和高级职员，所以呢这些都可以是一个人。那第三个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的这种公司的话，不是为了赚钱啊，最主要是做公益或者说服务社会的。接下来呢，你要选择你要把公司注册在哪个州。这里呢，我会向大家推荐3个州，第一个是特拉华，第二个是俄怀明，第三个是内华达。那这3个州呢，它是非常有优势的。俄怀明和内华达呢，因为这些州的话可以免营业税，还有一个所得税，所以这里我还是用这个怀俄明州给大家演示一下，鼠标拉到底啊，在这里你选择好之后，左边它就会出现一个价格，基本的一个服务啊，$39，那么还有一个州的一个费用呢，$104。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注册的它的一个时间呢是3天内处理，有的州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我这里换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特拉华州，它会有一个标准。7天内是一个标准，你要加期的话又是一个费用。那你如果想1天就完成了，它就会费用呢会更高。这儿呢我们就选择怀俄明州的话3天内处理，就直接选择这个3天内就可以了。这里加起来$39加这个州的一个104呢，就是$143。这样的话你换州的话，它的价格会变动，每个州的收费标准不一样下面这里会出现一个，这里会有一个选项你需不需要前面给大家提到一个 BOI 的一个报告，那你需不需要呢？这个注册代理呢，他去帮你进行一个提交。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你就把这里这个按钮给它打开，它会是一个$25，不需要呢就直接给它关掉。那不需要呢，你就节约$25你可以自己去提交。接下来我们选择下一步，那么在这里呢，你就要想你的公司名称是什么，为你公司呢取一个名字，并且呢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呢有没有被注册，有没有重名。那在这儿你可以来到这个怀俄明州的州政府，在这里呢来输入你的这个名称，在这里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已经被注册或者重名。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那么接下来呢，他是会问你需不需要这个法律通知的副本发送给你的律师。那这里我们就不需要，这儿直接选择一个 No。那这里呢，使用一个通用的业务目的这个呢，我们把这个给它打开。因为美国公司和中国的公司它会有一点不一样。美国的公司的话，它是不限定，你经营这个呢，它不犯法就可以了，特殊情况除外比如说你是搞一些什么武器这些之类的。再往下拉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需要选一个你公司的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呢，我们就用这个注册代理的地址就可以了。那这里西北公司呢，这个 Lawflat 呢，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地址。那这个地址的话，再往下拉，这里还会有州政府备案的一个邮寄地址这里我们也把它勾选上这里还是用注册代理的地址后期的话，政府如果说以后有信件的话，它就会发送到这个地址上面到时候如果说政府有文件寄过来，那它会把西北代理呢，它会把这个文件呢拍个照，电子化来上传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账号的后台。所以说你不需要拥有一个美国的地址不需要你亲自去美国，那找这个注册代理，它就可以帮我们处理好。选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下一步。接下来的话就选择你的管理的类型。如果说你是一个公司呢，只有一个成员自行管理，那么这里呢你就选择一个就行了。那如果说你请了一些什么经纪人呢，你就选择第二个。这里我们选择第一个，这里就填入公司成员的一个你的名字姓，这里呢用拼音填写名在前姓在后，用拼音填写这里是向州政府记录的一个地址，我们这儿就选择一个注册代理地址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下一步。那接下来呢，
就需要填写你的一些相关信息，填写你的一些电话号码，你所在的国家，你的姓名。如果说你在中国的话，你直接填写中国就好了，你在哪个省，你在哪个区啊，你在哪个城市啊，如实填写就可以了，不会呈现出去啊。接下来点击右边这一个继续，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电子邮箱啊，需要设置密码。设置密码呢，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要求啊，比如说需要8个字符，需要一个小写字母，需要一个大写字母。按照它这个要求呢，你去设置一个密码就 OK 了。填好之后呢，我们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是它的一些附加的一些功能哈，这些功能呢它是也是需要收费的。比如说需不需要它给你注册域名啦，帮你做个网站之类的呀。大家如果说想要搭建网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到小鱼儿的平台啊。大家如果订阅过我的频道，大家都知道我这里面呢其实有教大家怎么样零基础搭建网站，特别是这个3小时的这个教程啊，哪怕你是一个新手小白，完全都能搭建属于你自己的网站哈。这里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这些东西其实可以选择不需要，如果说你需要，你可以把这个按钮给它打开。那这些呢它都是需要另外收费的，不需要就直接给它关掉就可以了接下来点一个继续，这里呢也是它的一些收费项目哈。比如说你想不想他给你注册一个 EIN 税号，那你要让他给你弄的话，就直接点开，可以看到他要收个$50，那么我们这就直接跳过。接下来你就是直接选择你的一个付款方式就可以了，比如说信用卡呀，比如说这个什么万事达卡呀等等直接填写卡号去付款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注册公司呢就已经结束了。那这里今天给大家讲了2个注册代理，如果说你一定要问我哪个注册代理好一点，那我要使用哪一个来注册美国公司，我个人的话会推荐大家呢来使用这个 Lawflight， 就是这个西北注册代理，因为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呢非常的久远1998年所以这家公司它是非常的靠谱也是非常的专业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也通过我的链接呢，也注册了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公司，还有很多人他反馈呢还是很不错的。每个平台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优点和缺点，这些特点呢，可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呢，都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也可以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就像给大家提过的一样不管你用哪一个来注册你的公司，它的价格可以看到，就像这种西北代理呢，几十美金就可以帮你搞定。比起你自己去操作去注册公司，是省时又省力。自己去注册公司的话，我非常的不建议因为你不专业你很多信息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填写，那一旦你填写错误的话，就会相当的麻烦。有了这么好的这些注册代理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你出钱，节省你的时间呢，可以去赚取更多的一个钱。也就是这些注册代理呢，他们存在的一个意义就是简化流程让我们轻松的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所以有需要的伙伴来就可以尽快的行动起来。像这种西北注册代理呢，像比如说你有很多的问题，法律问题什么这些相关的一些文件相关的报告它都可以帮你搞定可以帮你顺利的成立了属于你的一家公司。我这里提到的2个代理的一个链接都会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好了，以上对西北注册代理和 Doler 2家头部服务商的一个全面解析。最后呢，为了能够帮你快速的决策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如果说你选择的是西北注册代理，那么你看中的是一个性价比和老牌的可靠性因为它的这家公司是已经很多年了。那这里它可以看到，它这里是$39起步的它这里是$39的一个服务费。还有呢，它首年是免费的注册代理服务首年还可以享受一个免费的注册代理服务，是控制我们初期成本的一个最佳选择。那么适合预算明确愿意自行管理部分后续合规的一些创业者。那如果说你选择 Doler如果你更追求一站式省心服务的话，尤其是对后续的税务报税和全年合规有托管需求，那它的套餐制呢，价格透明全包方案呢，能让你更专注于业务的一个本身非常适合怕麻烦希望交钥匙的一些国际创业者。那么最后呢，请大家务必记住本视频的内容呢，仅在提供一些信息参考不构成任何的法律和税务建议。那如果说你想要咨询一些税务方面的呢，你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呢点这里一个视频描述栏，这鼠标往下滑
你可以找到这里 Fiverr 上面去找专业的一个报税的一些会计师哈，直接点击进去。那么在最终做出选择前呢，请务必根据你业务的一些具体情况哈，去咨询专业的律师和会计师。那我们注册公司的话，是开启全球业务的第一步，选择正确的伙伴呢，能让你这一步走得更稳啊。希望今天的一个深度对比呢，能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啊，让你能够更加明确的去选择。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呢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哈，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或者疑问啊。祝你的出海事业一切顺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